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拿着。你感冒了，把药吃了。啊。 走吧。谢了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。你好，要一杯热可可。好的，20元。好。这么晚才下班啊？嗯。那你一定从事着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喽。这么晚下班还那么高兴，好了。谢谢。给你的。刚才谢谢你。祁连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找他的影子了。虽然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的的确确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嘛。你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把心思放在定位器上。早点送我离开，他也能早点回来跟你团聚，对吧？好了，不用送我了，我先走了。如果时间重置，还敢一起吗？在旅程的开始，你会等着我吗？无边的黑夜，远处的灯塔，是你在为我指引吗？You are the only one。祁连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。哎，他确实是在化妆造型方面很有天赋，尤其是审美观，一般人还真没法跟他比。但他也不能饥不择食啊。影龙要来挖人了，要来挖江小圆了，还开双倍酬了。什么？江源要跳槽？谢谢您的好意，还让您专门跑来一趟。但是吧，我现在还不打算换工作呢。江小姐，您呢先不着急拒绝，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相信你会做出最好的选择的，我就不多打扰了啊，先走了。行，那您慢走啊。江姐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双倍工作，是不是心动了？有点吧。
那家影楼一看，那典型就要黄了，那他也去，那也太不挑食了。他给你递辞呈了吗？还没呢，不过估计快了。祁连，你帮帮我，那我好不容易培养的高级技工。昨天我也在那家影楼，看得出来，的确很有天赋。而且比起做美发，他可能更喜欢做美妆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必须把他给我留下来。祁连，祁连，祁连，放心，他不会走的。你怎么知道的呢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。不对劲儿啊，祁连，最近总感觉你俩怪怪的呢。尤其是你啊，一会儿对他特别好，一会儿又对他特别狠。现在被人蹬了，还这么莫名的自信，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啊？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你倒是说呀！那如果我说，他其实不是江小源，而是另外一个跟小源长得很像的人。你瞅瞅，你说这都是啥呀？合理吗？他不是江小源，那他是谁呀？就他那个坏脾气，你再给我找个一模一样的拿过来，我看看。我说你呀，就是当局者迷，判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就不能好好珍惜他吗？哥们都替你着急，长点心吧。我上趟厕所。江小源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我是来跟您辞职的。祁连，你听听，有这么做人的吗？你真要走啊？骗你的，老板，我是那种人吗？老板，你培养我那么辛苦，我得报答你。祁连，你听听，多会做人呢，知恩图报。你还说他不是江小源，谁信呢？但是老板，嗯，我有个提议，咱们店可以增设一个美妆业务，一来呢增加我们的收益，二来呢我也可以发挥我的特长。生意嘛，咱们5-5开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只是个小店长，真拿我当大股东了？我都是按照总公司的章程做事啊，那是我随便一张嘴就能决定的吗？哦，当然没说。可不就当你没说吗？我上厕所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我拿手抓啊！饿死我了！老板，哎，加副餐具。哎，好嘞。行了，我到了，拜拜。你真的喜欢美妆？没有。其实我知道我不会在这里待多久，而且这个江小源的人生也不是我的人生。只是能力突然被认可，有些兴奋过头了吧？你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。既然是喜欢的事情，尽管大胆去尝试，不用拘泥。不必了，其实维持现状也挺好的。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说两句啊，刚接到总部的通知，
总部决定，在原有的美发业务基础上，新增一条全新的美妆业务产品线。也就是说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店就可以为客人提供美妆服务了。鼓掌！接下来呢，总部会安排一次为期2周的业务培训，每家分店会派1名员工前往培训，且培训完之后，该员工还要担负起为期1个月的试运营工作。平时这美发部都挺忙的，这次就不喊他们了。咱们洗头部有没有人想报名啊？想报名的向前迈一步。好，江小媛报名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去之前，咱先签一份协议，在试运营期间，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离职。如果总部将美妆业务定为常规业务，你还要继续工作半年，直到有人能代替你的班。我还是算了吧。什么？你真打算要跳槽啊？咱这店不比那破影楼强？我不是。不是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啊。那个，机会难得啊，大家还有没有想报名的？老板，我这么笨，去了也学不会啊。再说了，之前公司搞过这种业务活动，不是都失败了吗？是啊，去了还要白搭半个月的绩效。我不去。不去拉倒，散。小袁儿，那你就当是替大家学习去了。等学完之后呢，你再教大家，也算是替陈哥排忧解难了。好吧。在哪儿培训啊？重庆，收好。重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让一下，放一下行李。好。我去重庆查定位器的事，刚好也跟公司申请了出差。你呢？去参加培训？哦，我赶鸭子上架去试试呗。那你去查那个定位器的时候，方不方便带上我啊？到时候看吧，时间不冲突的话。哦，稍微让一让。行。哎，谢谢啊。小伙子，这座位好像是我的。嗯，抱歉。哎，包给我吧。好。小姑娘，你是一个人吧？嗯。方不方便跟我换一下座位？哦，方便方便。您坐哪儿啊？就那61号座。61号。哦，好吧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培训的地方在哪儿？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坐地铁就行。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手机还在我那儿，先用这个吧。这个多少钱？不用，就当还你一步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从认识化妆品开始。化妆品一词 ，cosmetic，源自于古希腊。这么基础的课程，
估计就是来糊弄我们骗公司钱的吧。发扬优点，也是缺陷，从而达到一个美容的目的。我相信大家之前可能对化妆品都有一定的了解，不过我们今天要比较从基本的一个方面对它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。根据2007年8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一个化妆品标识管理的规定，化妆品是以涂抹、喷洒。那位学员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凭什么早退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蒋老师，我临时有点急事儿，可以先走吗？不可以，回去坐下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既然大家都是来走个过场的，又何必互相为难呢？你强行把我留在这里，听你照本宣科的读这些毫无营养的科普知识，有意义吗？听你意思，对我教的内容很不满意啊？啊，原来你心里没数啊！在座的各位都是从各家分店前来学习的，为的就是2周内学会实操，回去好给客户提供服务。照你这个讲课速度，我们明年都上不了手吧？所以呢？那又怎样？所以你汇你的培训费，我翘我的课，我们俩互不干涉。但是你要非要计较什么出勤率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向公司反映一下你的授课质量。你好像对自己能力很有自信啊。你之前在外面学过吗？没学过，但是我至少分得清干货还是水货。行，那你给我化个妆。你要是画得好呢，我今天就让你翘课。当真？当然。你要是画得有模有样，说明我的课对你没有意义。你想怎么翘课就怎么翘课，我也会听你的意见，调整教学计划。但如果你要是做不好，没什么做不好的。开始吧。我没带什么化妆品，所以我不限主题，不限时间。把你会的都一一露出来吧。随便怎么画？都行。头发能重弄吗？我说了随你，自然随你，只要你能兜得住就行。行。他真厉害呀！今天上课第1天就把办公室教完。你看他能行吗？嗯。看看。哇，江 Sam 原来这么帅的吗？这健美技术可以啊。你跟谁学的？没学过，我自己想的。根据你的脸型还有五官的比例，加上一些轮廓的光影效果，我觉得这个妆面造型最适合你了。不过你要是还喜欢你原来那个样子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审美水平不太一样哦。又是五官轮廓，又是光影效果。你之前学美术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可以走了吗？这就是生产定位器的厂家啊？对。手机里那2枚定位器应该属于定制产品，
出于保护商业机密的考量，这种大公司不会轻易提供客户信息。那要不咱们报警，就说我们被跟踪了，让警方管他们要资料。那警方一定会问你手机是怎么来的，难道你要跟他们说是许静阳给的？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许静阳呢？穿越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会用相机吗？看不起谁呢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。虽然说是自媒体，也该有个专业的样子。带上相机，我叫你拍照，你就照办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就这样，经过了8个小时的救援，这条搁浅的中华白海豚终于获救了。救助人告诉我们，之所以能够及时找到这只海豚，正是因为它的体内在1年前植入了一款定位器，而这款定位器正是贵公司生产的一款产品。啊，对对，这的确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我对它有印象。钟主任，您也知道，中华白海豚一直享有海上大熊猫的美称，能够救助这样的动物，实在是为了保护濒危动物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所以，能不能了解一下，贵公司当时与相关机构合作的一些情景呢？这是好事啊，我们公司的产品能帮上忙，我们也很高兴。但这款产品应该是7、8年前吧，我们公司给人定制的。好像的确有一家实验室来找过我们，好像他们不是搞动物救助的吧？您还记得是哪家实验室吗？我记不清了，要不你们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去趟档案室。啊，好，麻烦您了。如果定制方是实验室，那一切就说得通了。怎么个通法？你想啊，万一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时空穿越的实验呢？但以目前的科研水平推算，全球还没有哪家实验室能够掌握时空穿越的技术。人家科研内容都保密了，你当然就不知道了。再说了，他刚才说的那个实验室，肯定也是以非常普通的理由向他们定制定位器的。如果要是知道是哪家实验室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主动找上门了，然后跟他们说立刻终止实验，送回家。小张啊，我记得112094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归档了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你把监控给我调一下，啊。们是他接待的客人，你让我们过去呗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过去。我们是来做采访的。那也不能过去，警察说了要封锁现场，谁也出不去。回去吧。
很接近了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江小媛，有话等下再说，先离开这里。钟主任亲口说了，他记得那枚定位器，我们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。而且偏偏这个时候他出事了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应该是有人想阻止我们查到真相，袭击了钟主任。你是说，有人查到我们来这里，抢先一步把钟主任给……有人跟踪我们，他们在监视我们。上次我们反定位他们，被他们给察觉到了，然后脱身了。这次来重庆，我们也没有带定位器，他们还是跟来了。我害怕啊！别害怕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除了阻止我们查到真相，还没有对我们动过手，不是吗？你说他们是不是想杀人灭口啊？会不会最后我也会被……先别自己吓自己，钟主任的事情，我会再去确认。只不过，接下来的调查，确实不适合再让你参与了。他们的目标是你，带着你，我们恐怕永远都找不到真相。那他们会不会对你也下手啊？我不继续调查，你怎么回去？那你答应我，如果遇到危险，一定要报警。先离开这里。你什么时候回洛杉矶啊？过2天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那个公司你还会继续查下去吗？回洛杉前，我会在每天吃夜宵的时间过来找你一趟，顺便告诉你调查的最新情况。好，那我们保持联系。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江小媛。啊？那天强子告诉我，定位器的有效时长只有1年，1年之后，定位器就失效了。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有效时长只有1年？或许，你是说，既然定位器的有效时长只有1年，那实验的时长也不会超过1年。1年以后实验结束，我就能回去了。对，1年之后，即便你没有查到任何真相，你也很有可能会被传送回去，就像许静阳那样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1年以后我就能回去了？只是合理推论罢了。1年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吧。但我还是会继续查下去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许静阳。那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